我的青梅从小就是个喜欢和我对着干的死傲娇，背地里却是一个偷偷暗恋我的小粗包。可就是这样，他总是把喜欢藏在心底。小学我给班里的小女孩送牛奶，他转头回家哭着跟他爸妈说我欺负他。初中有女生跟我告白，他就偷偷去告诉老师我早恋。然而也是我在叛逆期的时候，他总是强忍着不舒服冲进网吧把我拽出来。在我高考失利后，他也是义无反顾的陪我复笔。在我被女友甩了之后，他也陪我喝了一夜的酒，然后红着眼眶骂我是蠢货。后来大学毕业后，我也终于向他表白了。可在求婚当天，他却因心脏病永远离开了我。生命的最后一刻，他嘴里还笑着说：“你下辈子能不能早点说喜欢我呀？我偷偷喜欢了你好久好久。”随着他的双眼缓缓闭上，悲痛欲绝的我也昏倒在他身边。然而我再一次睁眼睛回到了18岁，看着眼前熟悉而又陌生的环境，耳边还有人敲击键盘和骂脏话的声音。在脑海里短暂的消化了重生这个消息后，我忽然想起来这个时候的他还在。网吧的门这时被人从外面推开了，网管懒洋洋地问了一句：“上网啊？”再转头看到女孩的时候，眼睛却亮了起来。她在这里见多了浓妆艳抹不务正业的小妹，像这种一看就清纯漂亮的乖乖女可不多见，因此她一进来就引来了不少窥探的目光。可是温暖的目的很明确，她强忍着不舒服在烟雾缭绕的网吧里扫视了起来，然后刚好对上了我的目光。她目光微变，快步走了过来。我从见到她开始，整个人愣在了原地，心跳快的好像不属于我自己。可是我刚刚要往前走过去，一只柔软的手忽然挽住了我的胳膊，我身体一僵，迅速想把人甩开，可是温暖已经走到了我面前，她的目光落在了那只挽着我手臂的小手上，眼里控制不住的闪现出难过。虽然早就听说我跟9班的金丽丽走得近，也有人说我们上星期在一起了，可是她没想过我来网吧通宵都带着她。再对比起我经常对她那冷嘲热讽的态度，温暖差点就想哭了。她脸色一凝，准备伸手去把那只手拿开的时候，我却迅速的把挽住的手甩开了。温暖，你听我狡辩。原本一脸胜利者姿态的金丽丽愣了一下，不可置信的抬头看向我。此刻我是真的慌啊，谁家好人重生来不及欢喜就修罗场了，自己老婆撞上了前女友跟自己一起上网。眼前的2个女孩，金丽丽是我高中时候的女朋友，最后在高3毕业的时候送了我一顶巨大的绿帽子。至于温暖是我的青梅竹马，也是我未来的老婆。此时被夹在3人中间的张胜整个人有些尴尬，不过根据他往常的经验，大概率就是你带着金丽丽忽视温暖直接走人。这时温暖突然伸手一把拉住我的手臂，用力往自己这边扯走。我回家。金丽丽带着妆的脸色也能看出来很不好，嘲讽的看了一眼温暖，然后伸手一把把我的手臂拉了回来。风白家里的管家婆，风白才不会跟你走呢，你以为自己是谁啊？金丽丽说完就歪头看着我，你可不要跟他走，不然我可是要跟你分手的。金丽丽说这话的时候脸上是有恃无恐，因为之前每次温暖来找我都不会跟他回去，她可了解我现在的心情了，不想回家，也烦温暖。想到这里，金丽丽有些得意，看向温暖的目光里带上了恶意的嘲讽，你再漂亮又怎么样？现在我可是她的女朋友。谁知道我听到金丽丽的话，眼睛忽然亮了起来，那可太好了，刚好不用自己提分手了，自己应该是刚刚跟金丽丽在一起，估计也就1个星期。想到这里，我立刻牵起温暖的手，然后就这么拉着她转身往外走。温暖愣了一下，她本来也准备好了被我拒绝和冷嘲热讽，但我现在可不管这些，我只想带着她快点离开这里，这里的味道可太难闻了。温暖的身体本来就不好，不应该在这种地方待太久。身后是金丽丽气急败坏的声音，刚走2步，我感觉自己的手被甩开了，我愣了一下，转身看向温暖。现在的她看起来更加青涩和单纯，也没有了上辈子躺在床上那种虚弱的感觉。此时她那双漂亮的眼睛里满是警惕，你又要闹什么？在学校里所有人都说她高冷难接近，可是只有我知道她分明又软又爱撒娇，是个傲娇的小姑娘。只是我看着她此刻警惕的表情，清楚的知道，大概现在的温暖不可能会对自己撒娇吧。我的喉结上下动了一下，开口声音有些干哑，小温暖。这话一出，温暖愣了一下。从上初中她举报我早恋开始，我们2人的关系就一直很僵，从那时候起，我再也没有这么叫过她。我没有要闹什么，你不是说要回家吗？我转开了视线，不敢再看她，就怕被她看出来自己的眼眶红了。我对于重生这件事接受的很快，就算是一场梦也好，只想弥补遗憾，不让她等太久，然后早点跟她说喜欢她。可是来不及多说什么，金丽丽已经气急败坏的带着人追了上来，身后还跟着想要劝架的张胜。金丽丽的脸色带上了委屈，风白，你什么意思？你是我男朋友，你要跟他走。说着，她的目光落在了温暖身上，我叹了口气，现在只想跟温暖好好待着，并不想在金丽丽身上浪费太多时间。不是你说的，我跟他走，你就跟我分手吗？金丽丽的眼泪瞬间就掉下来了，你怎么这样？张胜此时连忙打圆场，不至于，不至于哈，你是不是因为昨晚丽丽随便闹脾气还在生气啊？女孩子嘛，就是要哄她。这时温暖的脸色变得难看了，她看了一眼你，冷着脸说，你就这么做他女朋友的，带着他贴贴过我吧。这话一出，那几个男生先笑了，不是，小妹妹，你还是好好回去学习吧，我们混网吧怎么了？碍你事了，这可是丽丽的男朋友，人家愿意混就混，关你什么事啊？闻言我拉住温暖的手腕，把她护在身后，我说关他事就关他事，金丽丽你差不多得了，你带你另一个男朋友到你这些朋友面前的时候，你们配合也这么好吗？这话一出，金丽丽和她那几个朋友都愣在了原地，她原本还在掉眼泪呢，听到我的话，瞬间有些慌张了，你在说什么？你是想劈腿吗？以为我是多喜欢你吗？我是看你可怜才跟你在一起。她被戳穿了，声音里还有着恼羞成怒，我却不管这些，就算她的腿劈成八爪鱼，现在跟我也没关系。于是我不耐烦地说，反正今天我们分手了，没问题吧？金丽丽死死地瞪着我，最后拉着身边的朋友走了。我看着温暖，有很多话想说，可是喉咙却跟塞了东西一样，什么都说不出来，最后只能狼狈地移开目光。温暖眼神复杂地看了我一眼，放心，今天的事情我不会说出去，怪不得你愿意跟我走了。
后面一句有些嘲讽，闻言我还是忍不住反驳，跟今天的事情没关系。可是话还没说完就被打断了。那你是没钱了？叔叔给的生活费用完了？他说着拿出手机，打开了跟我的聊天框。我注意到在他的聊天框自己是置顶的。温暖没有听到我的回答，显然就把我的沉默当成默认了，就知道原来是因为没钱了，才不是为了自己。回家的路上我们都没人说话，两人是邻居，住在同一个小区对门，一直到了家门口，温暖才开口。我给你转了500。说完抬头有些凶巴巴地看着我。你要是敢拿我的钱去给你的女朋友用，我就……温暖看着我通宵熬夜通红的眼珠，最后还是没把剩下的话说出来。不管你了，我回家了。